去，陆学姐这告白排场也太大了吧？这是哪个幸运儿？还能有谁？不就是那个特混生石木生吗？我，石木生 ，A 大特混生，成了这所大学顶级权贵圈子里最新一轮狩猎游戏的猎物。负责驯养我的是学生会长陆芷瑜。以陆芷瑜为首的继承者们最爱玩的游戏叫恋爱盲盒。他们收集学校里家境普通的男生名字，抽中谁，就在1个月里让他死心塌地地爱上自己。然后再狠狠抛弃。每一个猎物都下场惨烈。而这一次被抽中的倒霉蛋是我。石木生，听说很难搞。装清高吧？芷怡姐出马，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就是。好啊，那这个呢？就玩玩去。抱歉啊，木生，用这种方式让你停下，吓到你了吗？我只是不想错过任何一次能向你表白我心意的机会。做我男朋友，好不好？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从来都不是什么贫困生，而是千亿集团的继承人。木生，过来一下。木生，这是陆家的长女陆芷瑜，你的联姻对象，给你1个月时间去考察她的人品。记住，石家未来的伴侣必须品行端正，能与你并肩。若他不配，我明白，爸，不配的人没资格进石家。我隐瞒身份，就是为了考察联姻对象的人品。现在考察结束了。好，我答应。谢谢你，木生。1个月后的今天，在这里，我会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，我保证。我也很期待，陆学姐。拿下，走！狩猎开始，那就看看谁才是这场游戏真正的猎人。木生，你怎么能答应跟陆芷瑜在一起呢？他们都是魔鬼，而且他们在背地里打赌，说1个月之后你会哭得很惨的。放心，1个月后，哭的人一定是他们。木生，明天晚上小林的生日宴，我想邀请你作为男伴出席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西装。听说他们这群人驯养猎物最擅长的手段是用钱。天哪，这不是地下的高定吗？这套西装够我们1年学费了。送这么珍贵的礼物，石木生也太好命了。用所谓的贵重礼物当饵，诱导猎物甘愿沉沦。只是
这种破烂，他陆芷瑜也送得出手？这样的东西，连买我一双袜子都不够格。谢了，让你破费了。他怎么这个反应？这可是帝家的高定，这想法，该不会压根不识货吧？你喜欢就好，那明天晚上我来接你。好。不见不散。镉金时代，这里是我们最高档的会所，一般人进不来。这不是老头子随手扔给我练手的企业之一吗？我都快忘了还有这么个地方。大少爷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这里很气派。果然到这种地方就露怯了，乡巴佬，没见过世面。没关系，第一次来这种场合，紧张是难免的。待会儿跟着我就好了。这石木生怎么感觉像在嫌弃我？不可能，以我的魅力，不会有男人拒绝我，肯定是我的错觉。那就麻烦陆学姐了。生日快乐，小林！好好玩，好好吃，开心啊！呀，我们的特困生男主角终于驾到了。哟，没想到这石木生换了身衣服，这样看着居然还不错。确实不错，小林，他都快把你比下去了。那还不是芷玉姐眼光好了。石木生，这套西装穿在你身上，也算是他这辈子最特别的体验了，你说是吧？你说的没错，这套衣服能穿在我的身上，确实是他的福气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先坐下吧。走。白少，陆学姐这次也太下本了吧！帝家的高定哎，那可是当季的最新款，她该不会对那个石木生来真的吧？怎么可能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那套西服是我的，芷玉姐特意向我借的。啊？借的？为什么？这都不懂，钓鱼嘛，鱼饵越贵，上钩的时候才越有成就感，不是吗？等玩腻了，让那个穷小子亲手把那套西装脱下来还我。还是白少你厉害啊！先让那穷小子做做美梦，等他信以为真的时候，再亲手将他击碎，想想都刺激。哼，石木生那种臭鱼烂虾也配宵小之于姐？等着瞧吧，离1个月的期限没剩几天了，到时候我要让他在全校面前跪着把那套西装脱下来，然后向我求饶。我看那时候他怎么装清高。
既然你们非要当法外狂徒，我一定成全你们。到时候看看，到底是谁会求饶。我看他在还怎么装清高。派对之后，陆芷瑜对我的追求攻势变得更猛烈。牧山，那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早餐。谢谢。甚至在我生日当天，送了我一条价值昂贵的钻石腕表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而这一切，只是为了1个月后让我彻底跌落谷底。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芷怡姐，那个钻石腕表明明是你要送给我的礼物，竟然戴在那个特困生身上。别急，等1个月一到，我就把它和衣服一起从石木生身上扒下来，送给你。我可太期待他知道一切后的表情了。我也很期待你们知道一切后的表情。吃蛋糕吧。石木生戴着的是陆学姐送的那条钻石腕表吧？这么大手势，哪个男生看了不心动啊？我看这石木生也快了。我也觉得。木生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该不会真陷进去了吧？那帮女生都是玩玩而已的，送你的东西最后都要连本带利还回去的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送你的东西最后都要连本带利还回去的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拿来。哎，百灵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？都烫伤人了！哎呦，石同学，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你不会介意的吧？不介意，因为我也属。石木生，你干！我们走，站住！石木生这下完了，敢惹白灵的人一定会被陆芷瑜他们大小姐团给整死的。唉，听到了吗？敢得罪我，不知死活，给我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芷瑜姐，芷瑜姐，木山怎么样了？被烫到了，严不严重？白灵，谁允许你这么对木山的？哎呀，芷瑜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管你是不是故意的，现在立刻马上对木山道歉。可是陆学姐居然会为了石木生当众训斥白灵，这可是头一回啊！难道这次真的是真爱？对不起，以后这种事情，我不想再看到第2次。听到了没？知道了。木生，我送你去医务室吧。省着点，白灵太过分了，对不起，木生。
是我没有照顾好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怪你，陆学姐。今天多亏了你，如果你能像这样一直陪在我身边就好了。当然。从来没有一个男生像你一样给我这种感觉。木生，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人再欺负你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实话说，今天这场戏确实精彩绝伦。姐妹们，猎物进笼了。哇塞，果然没人能扛住芷瑜的魅力。恭喜芷瑜再收一名舔狗。只是这戏的导演早就换人了。木生，你快看学校论坛，他们简直欺人太甚啊！1月之期明天就要到了，他们现在全都在开盘，赌你明天被甩会被哭得有多难看。哎呀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啊！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木生，你没事吧？你被气糊涂了吧？木生，明天就是我们约定的1个月之期了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明天上午10点，情人湖湖边，我有很重要的话想对你说，一定要来哦！记得穿上我送给你的那套西装。好，正好我也专门为你准备了一份惊喜。木生，你疯了！哎呀，你还答应，还礼物，这分明就是陷阱啊，大哥！他们明天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羞辱你，把你踩到泥里。大哥，你清醒一点儿！我知道，所以，我送给他的是一份大礼，一份足以让他以及所有参与这场游戏的人都铭记终生的大礼。你们说今天石木生他到底会不会来？当然，上次在食堂那出英雄救美，芷瑜姐演得那么正。石木生那种没见过世面的穷屌丝，肯定感动的找不着北了，说不定昨晚就开始幻想今天的浪漫告白了呢。芷瑜姐，上次我当众出了那么大的丑，这次一定要让我亲手把她的西装从她身上扒下来，还有那块钻表，我让她跪下来还给我。别急，好戏总要慢慢看，今天你会有机会的。不过芷瑜，说真的，这石木生对你痴心一片，你真狠得下心？动心？我未来的丈夫只能是石家那位真正的继承人。石木生不过是闲暇时一个用来调剂心情的玩具吧，玩腻了自然要处理干净。就是，一个靠助学金的穷学生也配肖想芷瑜姐？给他点甜头，真以为他能登堂入室了？笑话！从今天起 ，A 大江不会再有石木生这号人，我会将他踩在泥里，再也爬不起来，让他彻底记住，癞蛤蟆就别妄想吃天鹅肉。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见石木生知道一切以后的表情了。等会儿我就要全网直播他丑态百出的样子。你们说，他该不会跪下来求复合吧？来 ，Cheers！ 石木生来了。木生，你来了。我想了很久，有些话必须对你说清楚。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之间的家世差距太大了，我妈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对你我都好。不就是飙戏吗？哥们儿演技绝对比你好。为什么？芷瑜，
难道真的像学校论坛他们说的那样，这1个月以来你对我所有的好，所有的温柔，都仅仅只是一场游戏？既然你都猜到了，那我也不演。石木生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对你这种一无所有的穷学生动真心吧？你看看你身上哪一件东西是你这种人配拥有的？我不过是一时兴起丢给宠物的玩具吧。现在游戏时间结束了，把你身上不属于你的东西脱下来还给我，特别是那块表，那本来是我送给小林的生日礼物，你戴了这么久，真是丢人。听到了吗，石木生？真以为穿了龙袍就是太子？赶紧把你的西服和你的腕表脱下来给我，物归原主。哎呀，好啊，这种品质的表还不配戴在我身上，还不配戴在我身上。我的表，我的钻表！石木生，你他妈疯了！你知道那表多少钱吗？卖10个你都赔不起！石木生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么便宜的限量古银表，我都嫌过时，正好扔湖里听个响，也算物尽其用。我真他妈是疯了！上，把他那张西装给我扒下来，我让他没有脸出现在学校。我看谁敢！废物，我来！来临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！陆芷月，你的联谊对象什么？得罪我，不知死活，给我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指甲，指甲。木山，怎么样了？被烫到了，严不严重？白灵，谁允许你这么对木山的？